各位观众，你们好，我是方玲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是在平行世界轮回转世。一般我们所知道的轮回转世模式就是线性时间轮回，但是赛斯在《灵魂永生》这本书里有提到，在死后有无限的不同经验对你开放，全都是可能的。一般性地说，有些灵魂不会马上在轮回转世，而是在灵界休息或其他维度空间，为下一次轮回做准备工作。今天我要和你们介绍的是，除了线性时间的轮回转世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系统的转世，就是在平行世界，而且是你今生结束之后的同一世，再当一次你自己，也就是投胎转世，再当一次不同版本的你自己，有点像一个演员再次放映他演出的电影来研究它，目的就是做修正，对那一世的遗憾做修正更改，也就是修正版本的轮回转世。但是在这个修正版的轮回转世的自己，不一定有相同的人格，因为要做修正，所以人格特质会有些微差异。这就是为什么平行世界的自己们在遇到相同的问题做选择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选项，做出了不同的决定。因为个性创造命运，人格特质、内在信念都会影响生命中每个时刻的不同抉择，让意识跳跃到相对应不同情节的实相当中。人物背景虽然都一样，但因为选择不同，使未来的剧情走向有不同的变化。人会变，个性也会因为环境巨大的冲击而改变。凡不是永恒的，皆不是真我。你的个性、脾气、人格、思想都不是真正的你自己，因为想法会改变，情绪也会转变，你的生生世世也不见得都是同一个个性。为了再次轮回修改同一世，人格特质会和前一世大部分都一样，只有想要修正的地方做了改变。因为个性些微的差异会让剧本产生变化，达到人生修正的目的。但是修正版的父母、家人、爱人、朋友，因为不一定会一起来转世再当一次他们自己，所以那些家人演员、朋友演员、爱人演员，他们只是心念形象而已，除非他们的灵魂也同意一起参与其事。虽然那些家人演员、朋友演员是心念形象，但他们并非任意摆布的纸板演员，他们也一样和本尊有相同的个性、相同的意识。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说，我们全都是心念形象，为了体验到想体验的体验，而安排演出一出又一出的人生大戏。戏演完了，消失不见，如同不曾存在于这个世上。如果用这种泡沫化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心念形象呢？因为个性、人格、信念，它们就像电脑程式一样，被植入灵魂内，为了达到体验的逼真。你不会觉得你是受你的个性而演出那个个性会做出的行为，形成固定的模式。不同的人格会有自己的故事走向，个性和人格会使故事有固定的剧本。这也是为什么算命紫微斗数能算得如此准的原因。你的个性、成长环境、血型、星座都是电脑程式配备，等于你一出生就具备了这些程式设定。你选择了你的个性，你决定了你的剧本。因为个性、信念、想法都是程式设定，所以只要我们改变了我们里面的设定，我们的意识就会瞬间跳跃至相对应的平行世界。
平行世界以频率的细微差异而划分出无限多的不同版本实相，就像一样都是红色，就有深浅之分。你附近的平行世界和你的主要振动频率是相同的，但极微观之下的不同，就是同样颜色的深浅之分。大红色、朱红色、桃红色、深红色和浅红色，红色是主要振动频率，深浅不一样而出现不同的平行实相，像你却不是你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赛斯有提到，当一个灵魂在出生的过程中，他会拥有新的人格，也就是今生的人格。前世的人格看顾着今生的人格出生，但前世并不参与今生。前世的人格进入潜意识里面，今生的人格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、主意识。严格来说，前世是前世，今生是今生，过去并不影响现在，而是现在影响了过去和未来。只要想法改变，意识就会跳频、跳胶卷。胶卷不一样，自然胶卷的前后两端，过去和未来也会不一样。就连10分钟之前的你和现在这个你都不一定是同一个你了，因为不一定在同一卷胶卷。所以前世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前世。当你内在改变了，意识穿越不同版本的平行实相，前世的版本自然也会因为你现在的改变而不同。所以是现在改变了过去和未来，当下才是威力之点。胶卷不一样，胶卷两端的过去和未来势必也要一起改变。转世的法则是个人随他的需要而加以改编的。你可以选择正常的线性轮回，也可以选择同一个自己的不同版本去轮回。过正常轮回的你，与再当一次同一个自己却不同版本的你，是同一个人。不过人格不见得是一样的，人格结构只是你可用的许多知觉形式之一。所有的行动都是同时发生，你同时存在于2个轮回系统里。全我的一部分灌注于轮回中处理那里的发展，另一部分灌注于可能性版本而处理那里的发展。这是赛斯在《灵魂永生》这本书提到的一段，我觉得挺有趣的，所以分享给你们。我讲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。我是方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